好，欢迎来到我频道的全新的系列，我给它取名为 Caffeinated Talk。 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就是我边喝咖啡边和大家聊一聊我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我想分享的一些小故事。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大概只要有咖啡和音乐就能活得还不错。其实我频道的初衷就是想分享一些有用的攻略呀，还有一些干货，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分享过我的一些故事，而且我一直对分享这种个人的事情到网络平台上这件事情非常的小心。但是其实我是一个表达欲、分享欲以及倾听欲都特别强的一个人。我想在我的频道里就是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分享一些我想分享的故事，即使这些内容不垂直啊怎么样的，我也不想纯浪费大家的时间在这听我唠叨。所以在每期视频的最后呢，我也都会总结这些经历给我带来的一些启发，或者是大家能够吸取到的一些教训之类的，所以不要忘记一定要看到最后。其实这种聊天类的节目啊，就是很难做得非常生动，你也可以打杯咖啡和我一起聊天。如果你有任何的见解，以及你想听我说哪方面的故事，都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的。那我们就进入 Caffeinated Talk Episode 1， 关于我被裁员的故事吧。首先呢，先说一下我被裁员的整个经历吧。我之前的那份工作呢，是主要做 accounting advisory 偏咨询的方面。那疫情对于咨询行业影响还是蛮大的。疫情的前期挺的还挺不错的，到后来慢慢可能确实公司也是挺不下去了。那一天大概是早上8点多吧，收到了一封邮件，是发给全体公司我们不得不要有这种裁员的动作了。然后如果你在今天的几点之前收到了邮件了的话，那你就是在这个裁员名单上。没有收到邮件的话，你是安全的。然后我果不其然也收到了这样的一封邮件，我和一个 partner 还有个 HR， 我们3个人的 meeting。 那我就明白了嘛，就大概率就肯定我就是被裁了。开那个会的时候，可能是被对方那种强大的气场给镇压住了，还是怎么样。其实我准备的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也是非常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协商的空间，他就直接说we let you go today，就这样。然后我就 OK， 例行公事的走流程嘛，severance 给你多少，然后 insurance 还有多少，怎么样，你有没有任何问题？我就说没有。非常快，大概5分钟10分钟就结束了。其实我觉得想想还挺讽刺的，就是在这个 meeting 的前几天，我还在准备我的什么 promotion PPT。 其实在这家公司我做得非常开心，然后 performance review 也一直都是非常好。我确实没有想到，说实话。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其实也没有什么难过啊，就是说赶紧找工作吧。我刚刚被裁员了，找工作吧。然后我还是先算了一下他给的钱，他给的 severance 还蛮多的，然后加上我之前的一些积蓄，我觉得我差不多还是能够活一段时间。在我的 severance package 里面呢，我在视频的后面会具体说一下我这个 severance package 的一些细节，但其中有一项就是 outplacement service， 他会给我配一个这种 career coach， 告诉我接下来怎么找工作呀，怎么赶简历啊，然后帮我一些 mock interview 啊什么之类的。在那个之后，我就每周可能大概1周2次或者是1周1次和这个人会有 meeting。 所以其实刚开始我还是那种甚至还挺有一点开心的感觉，就那种 every challenge is an opportunity， 然后有那种盲目自信，就觉得好像应该会很快能找到工作。我也给自己制定了每一天的计划，就算是没有工作了也要像上班一样，然后每天早上做什么，每天晚上做什么。我还特意找出来了，当时我还做了一个这种 countdown 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本子，60几天的 countdown， 然后过一天翻一页，就是给自己这种紧张感。这2个夹子也都是我那段时间做的功课啊，还有笔记。我会做出来这种 monthly calendar， 然后会把每一天具体一定要完成哪些计划写下来。这种一天一张的纸，就是每一天的 to do list。 我会在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第2天要做的事情全都列下来。每天我还会有一个 checklist， 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比如说要发多少封邮件，在 LinkedIn 上要跟多少个人 network， 要 connect with 多少个人，一天要投几份工作，有具体的数字。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 check 一下我今天是不是这每件事情都做了。所以其实那段时间虽然一下子没有了工作吧，但我感觉比上班的时候还忙，就每一天事情都是排得满满的。刚开始那2个月一直处于这种兴致高昂的阶段，觉得应该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了，就是怎么可能呢，对吧？各行各业都在裁员，肯定找工作之路是不顺利的。确实我整个找工作的时间很长，应该比大家想的时间要长很多。当时我找工作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不想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如果说这份工作不是我很满意的，我没有必要去降维找一份工作。工资和工作我不愿意妥协的话，只能妥协地理位置。所以当时我就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觉得全
全美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哪儿都可以。所以我也开始考虑找一些西部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唯独招人还比较多的公司都是那种大厂，所以我想说，去西部也挺好的。其实我整个这个裁员的事情几乎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倒不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多么丢人，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这件事情丢人，因为这也不是我的错。首先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感情上，跟每一个人分享我最近怎么样了，怎么样。我觉得我的时间也很紧迫，我想赶紧找到下一份工作，一切事情都找完了之后，我再一个个跟人分享。另外也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很难吧，就算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被裁员，但是多多少少在他的工作上、生活上因为疫情都有受影响，没有必要再把我的一点负能量传递给我的朋友，因为我非常有信心我自己是完完全全能够消化这件事情，我并不需要通过和任何人去倾诉去消化这件事情。只有我男朋友知道，和在西部的2位我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在西部认识很多人，所以当时我就也拜托他们说有没有一些帮我内推哪些公司，就我想找的公司他们都能找到朋友帮我内推，这样对我这件事情非常的上心，几乎每一天吧都会过来问一下今天怎么样啊，有什么情况，有什么 update。 就我是觉得通过裁员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也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很多的善意，比如说我之前公司的同事也好，之前公司的老板也好，甚至是我的这2位朋友，因为裁员这件事情我从头到尾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我每次想到我的这2位朋友 Sophie 和小张，有好几个夜晚我都忍不住的大哭的那种，就感动到不行。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幸运啊，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都对我这么好。然后再说回来找工作的过程，因为他们的内推，然后也得到了一些面试的机会。但当时呢，因为我原来是在乙方公司，我申请的工作都是甲方公司，稍微有一点点的转行吧，所以其实在简历上他们觉得我没有太多相关的经历，还有种种的限制吧，简历上也好啊 YOE 还有什么身份问题，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吧，不是这边有一点问题就是那边有一点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家是我最想去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也为这家公司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刚才在去看我当时准备的那些材料，面试前满一桌子公司的 news 10K Thank you， 还有公司的 culture， 网上能找到的所有的问题，我做了50多页的 PPT behavior question， 每一页大概有30-40道问题，我每一道问题全都去练，然后做了一个超长的 Excel 表格，每一个自己的 personal stories 都是天天就是洗澡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一直在练习的那一种。就我觉得应该也是为了这家公司尽全力的去准备了，我可以说前后面试了8-9个人吧，我觉得面的也还蛮好的，然后当时还觉得应该差不多，还挺开心的，结果最后也没有拿到 offer。 我觉得这个是唯一一个让我当时有一点打击到我，因为我觉得我还能怎么办呢，表现的也不错，也都尽全力的去准备了，为什么就还是不行。然后那个时候也已经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一下子心里就有点慌了，颓废了有1-2周的时间，可能前2个月每一天都精神非常的紧张，然后绷着那根弦，每天晚上几乎都睡不太到觉，可能我也是人为的给自己施加了一些压力吧。我就想说要不然就给自己放松一下，不要一直像之前一样 schedule 那么紧，然后每一天都给自己安排那么多事情。这期间也是照样的面试，然后收拒信，面试收拒信，到后来就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感觉了，收那个拒信就跟收广告邮件一样，就觉得OK 这家又没了。 And unfortunately we've decid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omeone else. I do have some very disappointing news. The team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move to an offer at this time. The feedback is really good. Everybody thought your experience was great and your interviews were great. Focus on someone with a bit more experience. So we're not going to move forward right now. 但是即使是那样，我觉得不知道我在我心里面一直有一种盲目的自信还是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太怀疑过我自己，就我一直心里面会坚信可能会比别人花的时间长，或者是付出了更多，但是事情的结果就一定是会是好的。然后这期间我也在准备一些考试啊，然后也上一些课啊，同时也还在找工作。我之前也说我觉得我去世界各地都可以嘛，下一份工作并不一定要在美国，在国内找工作什么也都可以啊。但是一个是我还是觉得说实话可能有一点不甘心吧，我在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国家，就算有一天我走，那也是因为我想走，而不是因为我留不下被赶走。还有一点就是说实话也去想了一些国内的工作，我却发现反倒是对美国的就业市场更熟悉一点，除非我下定决心说我完完全全不在美国待，那我还要另起炉灶的
从头学起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国内的一些就业形势。但如果一直把它当做是一个 backup 的话，其实我真的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资源，也没有任何的信息，反倒还是更难的。在美国又一直不断的有面试，总会有希望觉得这个工作行，这个工作行，所以一直也没有给我下定那个决心说我要离开美国。不过那段时间也确实做了一些要离开美国的打算，然后把房子的一些东西慢慢都开始清理给自己留个后手嘛，万一突然要离开了怎么办呢？直到面到我现在入职的这家公司，聊得很随意，我以为那只是第一轮面试，我后面还要再面一轮，就只有那么一轮，非常莫名其妙的拿到了 offer。有的时候可能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准备的一份面试，你又觉得表现得很好，可是没有拿到。但有的时候反倒是这种我完全没有什么抱太大期望的，就莫名其妙的拿到了。而且现在的这份工作，一切我目前都挺满意的。至此，我整个的裁员的过程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了。如果去总结一下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的话，刚开始是那种一下就给我到了最顶点，然后一切都是斗志昂扬的，就觉得又是一个挑战自己的机会到了，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受到了打击了之后，就一下又跌到了最下面，就觉得开始有点慌了这事情不太行然后在最后一切就是在比较平淡，比较 calm。其实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真的一点都不埋怨我的前公司，我觉得他们已经仁至义尽。现在想起来，我很感谢这段经历。虽然说是没有工作吧，但我对很多事情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第一是那段时间我非常认真的在减肥，而且在培养自己健康饮食，去在意每一种食材背后它的营养因素坚持每一天都锻炼，直到现在几乎每一天或者每2天都会锻炼。因为那段时间我会可能很多事情会给我一些打击，但是我觉得减肥这件事情不会，只要我努力了，我马上能见到成果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呢，让我对工作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很讨厌加班但是当我真正裁员要写自己简历的时候，我会发现你加班的东西是你做的，永远是你做的，别人都是拿不走的。你工作的越多，那你确实做的事情就越多。你可能做了2年的事情，但有4年的经历。我上一份工作非常的完美，朝9晚5，也没有什么需要加班的情况。当我写简历的时候，可能确实就写不出做了很多事情的感觉。跟这个差不多，我对学习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吧。尤其上学的时候，就总会觉得找到一个工作那就是一个头了，就是找到工作就可以了。但其实找到一个工作才只是开始，世界变化的都太快了。可能以前还在用幻灯片去展示自己的 idea， 现在就要用 PPT。你一直要有这种不断学习的心嘛，在任何一份职业里。但是之前我可能对工作就是我也把自己当成一个螺丝钉一样，领导给我什么工作我完成就好了，我根本不会去想背后的逻辑，也不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学习这件事情是一直是不可以停的，可是我之前可能没有一个这么完全的一个认识。虽然这段时间经历看似我是没有工作空白期，但其实我并不觉得我这段时间并没有提升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在回归工作的时候，我会完全感受到现在的我和裁员前的我的工作状态和工作能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现在再去想一些事情和做一些事情，是之前的那个我完全想不到和不会这么去做的一个事情。可能是在 technical skill 上我确实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落下，但是在我的 soft skill 上自己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有一种提升，这让我觉得再次回归到工作是一件非常开心又让我非常有底气以及非常自信的一件事情。那段时间确实很多时候是心是属于一个飘着的状态，也没有保险，也不敢生病。虽然我是很喜欢这种不确定性，说实话这种未知会让我觉得未来有一切无限的可能的那种感觉，但另外有一方面又会觉得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影响到我的日常，但是再次回归到工作，回归到这种一切都非常安心的感觉，我会觉得非常的棒。那好，最后呢就是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如果你也经历了裁员，那你需要注意哪些点。首先呢，前面说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severance package 都包含一些什么。最直观的给到你的钱上面的这些数额呢，我具体就不分享我拿到了多少钱。我想了一下，一共有4个的组成，从公司给你的一个是给你几个月的工资，然后你可以问他有没有一些什么现金的抚恤金。其次呢，就是还有个 PTO 你是不是可以 cash out。最后呢，你可以问问公司或者是有没有跟公司合作的那种 non-for-profit organization 这一种组织，他们也会有一些基金是专门给突然失业的人员的，会有几千美金的这种补偿吧。那第二点呢，就除了金钱上吧，还有其他的哪些物质方面会不会给你一些补偿的，比如说这些电脑啊、屏幕啊，还有任何公司配备给你的硬件软件，以及如果说你要搬家的话，可以问公司问有没有这种搬家的补偿，或者是你要离开这个国家，那可不可以把机票什么也可以帮你报销。那第3点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保险了。
首先，如果你希望公司再继续帮你付几个月的保险的话，你要选择去加入 COBRA。COBRA 就是联邦政府的一条法律，在你失业的情况下，这条法律会保证你还会有几个月的保险，雇主帮你付几个月的保险那都不一定了，所以你要跟雇主问清楚，他帮你付完了之后呢，可能如果你想继续在 COBRA account 里面的话，你要自己去承担这个保险的费用。第4个呢，就是我前面说的，你可以咨询一下公司有没有 outplacement service， 大部分公司都是有这样子的服务的，如果他们没有，你也可以问他们说可不可以去外面请一个 career coach， 由他们来承担这笔费用。我觉得这个 outplacement service 还是蛮有用的，至少会让你在当时一下失业，对现在的就业市场一无所知的那样的情况下，至少有个 coach 会告诉你你接下来第1波、第2步、第3步要做什么。第5点呢，就是去领取失业金，这个每一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大部分都还蛮简单的，就是去网站上注册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符合规格。像我在的这个州，他们会帮你算出一笔金额，就是你1个星期会收到多少的失业金。在第6点呢，在离开公司之前的话，不要忘记和你曾经一起工作过的老板要一份 performance review 或者是他们的 reference。接下来你要在找工作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理解你是被裁员了，现在的情况不好，但他们也想知道你在前一份公司的表现怎么样，以及也要跟 HR 问清楚之后，如果我要做 employment verification， 我要去找谁，然后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在我整理素材的时候，不小心把后面那一段给删掉了，所以我今天来重新录一下。好，接下来继续说第7点了吧，应该是在你准备新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准备一个这样子的 track form， 去 track 你申请的每一份工作，在上面我都会写好申请的日期、title， 然后公司以及这份工作的链接，因为到时候你会海投很多工作，等你收到面试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已经忘了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你把链接留下来的话，也很好的方便你去再复习一下。还有前面我也提到的，每一天一定要给自己做好 to do list 和 checklist， 当你突然没有工作了，很容易整个人就懒散下来了，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有这样的 goal 和 to do list 的话，就会激励你每天把事情都完成。最后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的问题了。我觉得首先就是一定不要怀疑自己，我非常能够理解这段时间会有多么的失望和难熬，但是一定要坚信这件事情总会结束的，事情的结尾一定会是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受到很多的打击，如果你都怀疑你自己的话，那这件事情更没有办法结束了。你一定要坚信自己在走的那条道路是对的，别人可能跟你说你可能要不要这样一下，即使大家都是好意，你也一会儿跑到这边一点，一会儿跑到这边一点，而不是自己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去走的话，最后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每个方向你都没有拿到。在我也连续收到拒信很失望的时候，我也会突然想是不是我哪边做的不对，是不是我好像这边应该需要改一下，大概有个这么10秒20秒稍微怀疑自己的瞬间，然后马上打醒自己，不可以怀疑自己。视频的最后呢，我分享2个在网上看到的小故事，当时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大概是说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被裁员，第一批被裁员的人拿了一大批抚恤金，环游世界一圈回来了之后，继续找下一份工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倒最后一批被裁员的人呢，一直绷着个弦到最后，结果也错过了跳槽最好的时机。你怎么就知道现在的这份经历没准就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呢？还有一个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去拜访这个朋友，他的家乡在端午节的时候会有赛龙舟，他就问他的朋友说怎么样算赢，他说没有什么规则，只要哪一方先放弃了停下了，另外一方就算赢了。然后他就大受震撼，人生也是这样子的吧，即使是在你最不好的情况下，只要你一直觉得没有放弃，一直觉得我能行，我还行，那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能过去的。但如果你的心态是一下就一蹶不振了的话，那可能才是你迈不过去的坎。我知道这个可能有一些毒鸡汤，但是确实在我很受打击的时候给了我一些力量，我也希望能够给哪怕是一个人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吧。好，那我们第1期 Caffeinated Talk 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拜拜。